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卡娜。So this week has been very, very encouraging for me. I see my channel growing,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guys. And 有很多的朋友们，你们在问模板的问题。我6月跟7月份还没有那个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去写一个我觉得很满意，然后很觉得说适合分享给你们的版本。But I do want to help you guys. 我知道有6月跟7月还有8月，你们马上就要考的同学，你们急需要一个参考资料。So I went online yesterday， 然后我找到了几个，我觉得不错的，那我会把它附在资讯栏下面。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你要怎么样子去运用模板，还有内容上面的方向应该要如何准备。好，那我们开始咯。So there's 5 things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去看所有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模板的时候，先挑2个，一个是 integrative 的 writing 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independent 的 writing 用，所以你总共会挑2个模板。那这2个模板呢，我建议大家要把它背熟。那背熟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通常都会这样子建议我的学生，就是呢，你要在5分钟之内可以把一整个模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下来，然后一字不漏。好，但是呢，大家先不要紧张哈。这个模板呢，不是说你这样背很熟之后，你考试就是照这个东西直接把它打上去 ，no。它算是一个先让你可以把架构快速的打出来，让你可以形成一个作文样式的第一步。So we're on step 1。好，所以呢，就是给你自己这个标准后，你背了这个2个模板之后，你就 test 你自己，说你能不能在5分钟之内把这一个模板把它打出来。如果不行的话，表示你还背不够熟。我们先把它植入到你的脑袋 ，OK？So that's the first step。那如果说各位同学你们发现说，其实我背还蛮熟的，但是我英打很慢，那我跟你说，因为 IBT 是电脑考试，所以请你们一定务必要抽时间出来去做英打的练习。那我在那个资讯栏下面有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英打练习网站。So I'm not a very fast typer, but I do find 在这个网站的这个练习还不错。然后每天练个10分15分，我觉得大概1-2个月之后，你的英打绝对会变很快。我就是这样练起来的。So I recommend that to you guys.The second thing is， 你在写这个模板里面要插入你自己的内容的时候，你要避免用很长的句子，像什么 which is、in which 这种句子的话呢，比较容易会写错。那我会建议大家用比较简短一点的句子就好。那很多人就会简短句子可以拿高分吗？不是应该要进阶才可以拿到很棒的分数 ？Well, actually, no. In my experience.你写短的句子，第一个文法上面比较不容易会接错，然后再来呢，其实短的句子读起来也会看起来比较简易的读，比较清楚。So that's what I recommend for you guys. 就除非说你的英文能力真的是超群或者是 advanced 等级的话，如果你是刚开始准备或是准备到中间的朋友的话 ，definitely try to write simpler sentences. 如果想让你看起来变漂亮一点，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些，比如像说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or like in contrast, luckily, thanks to 这样子前面的修饰副词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的简短的句子看起来更加的进阶一点。Guys， 不好意思，我在这边插几个范例给你们看看，因为那天拍的时候是非常的临时，我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很有兴趣的想要看模板的使用 ，so 我还是列一些范例给你们看看，让你可以更了解我所谓的把句子弄得比较简单一点是长什么样子。But 如果你觉得说你已经听懂我的话的话，你可以赶快先跳过这个地方，然后直接进入到我的影片。But for those that are not so sure what I mean by 用简单的句子的话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irst sentence. So electronic reading devices can be harmful to readers' eyes, which is also cost a lot of money. 这就是我讲的这些句子都是我之前的学生有写过的一些句子。As you can see， 第一句话呢，他很想要写比较进阶的句子，但可能他文法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好，所以像这样的第一句话，他的文法就不小心错了。那我那时候就是会建议你们，就说你可以把它简化变成2个短句。So，if you take a look at the second sentence， 看第2句话，他说 electronic reading devices can be harmful to readers' eyes。句点。Not only so, they also cost a lot of money. 好，所以你看，像这样的话呢，它的错误的几率会稍微再降低一点点。然后它的字其实也没有用到比较难的 ，it's 它原本就会用的一些词汇。N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econd sentence， 是另外一个用简单的句构去写的范例。So the first sentence. Students will want to purchase the latest model,
which they will spend more money。好，这一样是一个文法上面有错，但是因为今天就不 delve in 去教大家文法的部分，please note that 就是它这个地方文法是有问题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会 make 这样的 mistake， 我也是跟他讲说 ，OK，so since 我们现在在练，就是说写的流畅的话，你就先用短句。所以第二句例句呢，就是我建议他先改成这样 ：So students will want to purchase the latest models. This means more money will be spent。好，所以一样，你看这些字都是很简单的字，但是看起来呢，并不会因为说它没有用连句，然后就变得比较怎么说呢？level 比较低，不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句。My grandpa, who is a university lecturer, often complains about how little he gets paid and how he has to deal with college snowflakes.And he also mentioned that he will be more into his work and endure the students in a more enthusiastic way if he gets paid more. So the first thing is, 他的确是有很多的 ideas 在里面，可是如果说你跟我一起看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句子就有点太长。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如果你写的你的作文的时候，你发现你写的时候也会长得有点像这样子的句子，所以 of course 你可能要加强你的标点符号的练习。那再来就是呢，我建议大家你的长度大概就是切半。所以呢，如果你看一下荧幕上的话呢，我直接把它分开来给你们看。一句话的话呢，最长就是大概是这个长度。如果超过这个长度的话，你就可以 revise， 就说你打完第一次，你发现太长没有关系，好，那你就想想看说，那我可不可以是把它断成2句看看？通常如果你把它断成2句的话呢，你就可以避免掉文法上面有问题。那再来讲到的是第三个东西，叫做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很难的单字才可以拿高分 ？And I think the answer is.not really. 所以其实很多拿高分的同学，他们写的作文并没有用到非常多很艰深的单字。Like for instance, I myself, I don't really use a lot of advanced vocabulary. However, 我准备了几个example 给你们参考一下。So for instance, 合适这个东西好了，最初阶的人会说 good 就是好，中阶的人可能会用 suitable， 那高阶的人会用 adequate。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学到用到 adequate 这个字的话，其实 suitable 你也可以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所以如果说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其实你架构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你写的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建议各位同学不要执着在说写到中间的时候就会想说，好，我现在会 suitable， 可是那这更难的字要怎么用，然后可能就会卡住这样子。Just go with the middle.level vocabulary and then 慢慢的再 work your way up。所以就是 step 2 is to find that middle ground。你的 vocabulary 不要一下子就为难自己太多。那第三个要跟你们分享呢，就是说你在写作文的时候，要怎么样才可以很快速的产出内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这个在口说的部分，我之前在分享也有讲过，就是你要练习有想法。那这个想法的部分呢，在作文上面，我觉得它就比较是一个明确的步骤。当我丢一个题目给你的时候，假设说像请问电子书比较好还是纸本书比较好？好了，那如果你遇到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各位给自己10秒钟的时间想出2个简短的原因。And please remember, it should be only 1 sentence long. So, 假设说这个来演示一次给你们看。Okay, so which one is better, electronic books or paperback books? For me, I think I would prefer paperback books.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2 reasons, and yours should look like this.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paperback books are less likely to harm your eyes if you read it for a long time. 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长久的读的话，比较不会伤害眼睛。And the second reason that I can think of is because paperback books are probably more affordable. 句点，好，有没有看到它其实非常的短？那这边就要提醒，因为我有学生，我观察到的状况是，他们在阐述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习惯性的会先给一大堆的背景资料。然后说when we students start to use this kind of books, the lights would be very bright 然后读到后面去都还不知道说它的重点在哪里，你很容易会在你自己的作文里面淹没，然后就迷失掉了。So I recommend you guys 先练习，不管是做哪一种题目呢，在下笔之前先定好你的2句。
想法句或者是所谓的原因句。那想法句标出来之后呢，下面再讲很多你的 supporting details， 就是所谓的故事啊，或者是佐证资料等等等。这样子的话，你的架构虽然不是最高级的，但是中级或中高级的等级是一定可以达到的。Okay, now the last step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guys， 就是当你 A 模板已经背到非常熟 ，and B 你已经开始觉得，我短句子也写得很清楚，然后 C 你对你的vocabulary 也慢慢的有比较好的掌握度 ，and 最后一个就是你在元音上的练习，也可以很快速的想到各种不一样的很强而有力，但是又非常简短明确的元音的时候 ，What is the last step to preparing your TOEFL test? Now, let's go back to the first where I told you guys， 你要把它背得非常非常熟，可以在5分钟之内把你的2个模板背到啪啪啪就马上打出来，对吧？好，那最后一步骤就是你现在呢要开始去想，这个模板里面有没有一些字是我可以稍微改一下的。For instance， 我之前在 video 我有跟你们说过，像是如果模板里面如果说有一些字 like for instance suggest， 那你就可以换成是 states、claims。argues， 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些是even though 的句型的话，你可以改成是 while it is argued that， 这样子呢，换一些字，换一些句子的架构稍微改一改，然后加入 a little of your personal flavor， 就是加入你个人的写作的特质跟魅力。这样子呢，对你自己来 ，for the long run it's very beneficial， 因为呢，你到出国之后 ，you're still gonna need that ability to construct good essays, right？那 short term 来讲，就是以考试为目的来讲的话，这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呢，避免你跟其他的考生撞 essay。如果说大家都背一样的东西出来的话 ，it's gonna be very obvious because everybody is using the same thing. So remember to change it up a bit. Make it your own essay. 现在要插第2段，就是要告诉大家说，What do I mean by adding flavor or changing your template？ 改变你的模板，一点点让它有你自己的 flavor 进去。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模板，我是从新东方网站上面的某一篇上面截出它的第1段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题目我们沿用刚刚在影片当中有讲到的，会不会 books 以后被取代掉？那它原本的模板呢，就是它给你一个底线，然后说好，你这边就是插题目，复数题目。好，然后呢，它后面写说 there may be 1 or 2 disadvantages to。好，那 to 的话，当然就是接你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个，它的 disadvantage 是什么？好，再来 ，However,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few advantages. My arguments for this point are listed as follows. 好，那你一开始在写的时候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个模板不错的话，那你就先把这个背起来，然后尝试去很快速的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作文里面。那到了最后一步骤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这个就是我稍微改写上面可能会长怎么样。So，如果说你是一开始练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先直接 electronic books are likely to replace paperback books in the future， 你直接把它就是改一下，然后放在下面，对不对？你可能就说The issue of whether electronic books are likely to replace paperback books in the future is widely debated. 好，那呢，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是像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我就有红色的字帮你底线就是 highlight 起来，就变成是我之前在119分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分享影片有提到的。There has been constant drumbeat over。这是我之前自己有读到的句子，那相信你在准备的过程中，你也会遇到你喜欢的句子。好，那这边插你喜欢句子之后呢，好，我后面就接我的主题，所以其实架构是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加了自己喜欢的句子进去，融入我的主题的第1句。那下面第2句话呢，如果你们回去看新东方的模板，它是说 However,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far more advantages。 那新东方的这个模板它有附 I，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避免用 I 在这一种论述的作文里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写 I 的时候呢，我怕人家会觉得说我的看法的重量不够，所以我通常会避免掉。So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e example， 就下面我给大家的这个例子，我的那句话我就直接把 I believe 这个东西改写，所以我的句子就变成是 While there may be a few advantages of replacing paperback books with ebooks，there are far more benefits to simply opting for traditional books。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是把 I 拿掉之后，其实我还是有表达我的想法。我说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取得，当你选择传统的书籍。然后呢，下面也是一样，你看他说
For this point are listed as follows. 这是新东方的讲法，那我就把它断句变成是 reasons go as follows. So see， 它上面跟下面其实长得并没有很像，可是呢，它其实架构又是完全一样。那当然，如果你没有背模板，你要自己去有这样子的架构出来的话，可能会有点挑战。But 如果你第一步是先背模板，然后写到烂掉之后呢，你再开始加入自己的调味料，对你来讲压力不会那么大，而且呢，可能会比较 efficient. So I hope this kind of shows you guys what I mean by adding a little bit of your own style, what you like into your template. And I'm so happy again to be able to meet all of you friends here, and I hope that you found this information that I shared with you sufficient enough for you to kind of start prepare your test. Now, 如果说你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 I'm so happy to see you guys leave me comments and discuss about, what you guys want to learn English-wise. So, I'll see you soon. Enjoy your week. Bye.